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在这个微博，因为讨论度非常的高，已经到第2名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特别看到的是这个缅甸的地下帝国，现在是满血复活。本来是说把它摧毁了，怎么现在又再次的复活呢？而且从废墟哦，半年前的废墟，现在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甚至他们的内部设施还有星链呢。那是有什么样子的黑金在撑腰吗？变成了现在亚洲最大的地下国度再度崛起。怎么回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它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就是缅甸的 KK 园区。现在整排新的大楼林立，规模更大了，而且设施也变得更先进了。今年2月，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不管是中国、泰国、缅甸才出手歼灭了这个园区，短短半年满血复活。这边新增的这个大楼数量达到了数十栋，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建设已经变得更为齐全了。重点是它竟然还装上了马斯克的星链在这个里头，大家就在看说，难道马斯克也成为帮凶了吗？赖老师怎么看？这背后是有什么样的势力在帮忙吗？是国际黑金在撑腰来保护这一座地下国度吗？我觉得当然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他们的财力十分雄厚，而他们的财力是建筑在一堆人的痛不欲生的那种痛苦的基础上。坏透了我们就讲就是坏透了这些人，因为每一个人被诈骗的人，不管是损失大还是损失小，有些人他是整个退休金全部都泡汤了，一生就没了所以有些人被诈骗以后跳楼自杀，有些人当然我们是反对这样做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是非常坏的那他们本身的财力很雄厚，为什么？你看。这一次美国破获的这个太子集团，它的比特币随便一捞出来就是150亿美元，那你可以想想它的财力有多雄厚，所以它专门挑在哪里？挑在边界线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3不管地带，那也就是泰国跟缅甸、泰国跟柬埔寨、柬埔寨跟泰国，他们专门挑这些边界线上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去建立他们的一个园区。可是你想，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那请问一下，地方政府难道看不见吗？对，看得见嘛？你随便去问、去看一下，对，然后有没有经过审批然后去看一下它营运什么项目，对，这个一点都不困难的事。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跟地方政府，还有跟地方的军头，而且一般来讲。这种泰缅边界的地方，尤其是缅甸，他们的地方都是属于，还有泰国，他们都是属于武装人员，政府根本管不到，那武装人员在把持，所以他们跟地方的军阀、跟地方的政府，他们勾连了以后，所以他们的基础设施就能够得到这个政府的供应，然后他们自己本身的财力很够，他们就建立起一套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建立起来，他们还要建立海外的生态系统，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到日本去招工，他们要到韩国，要到台湾，要到很多地方去招工。那招工以后，就是招揽这些人来，还要有一套作业的很绵密的把这些人骗到泰国去。对，他们很大部分都是经过泰国或是柬埔寨的这个管道进去的。是到了泰国了以后，再让他去误谈，以为他到公司去了以后，接着护照就扣住了。人就被用面包车带走了，就直接带到园区里面去。所以有多少的这一些受害者，也就是被骗过去的人，然后他们变成一个诈骗犯，然后他们再去诈骗这些人，这个钱的金流要进来。可是不要忘了，在大陆来讲，一破获就是枪毙。美国一破获。刑法就是40年。好，这个黑金产业链现在在全球可以说是逐渐的规模越来越大，而这背后其实呢也有政商之间的一个结合，尤其许多人都是知名鼎鼎的这些，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商业界的人。首先我们要看到的，今天要来看到3位，第一位太子集团控股的创办人陈志，他也是涉嫌这个跟犯罪集团是有关系的，他是在大陆福建出生的，后来被美国跟英国指控他是这个跨国的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且呢，他的公司竟然他出入台湾10几次，公司
登记在台北知名豪宅和平大院这边呢。那么他曾经被扣押150亿美元的比特币，并且他很会利用他的这个人脉哦，曾经跟柬埔寨前总理洪森来做一个合照，为自己做宣传。另外一位同样也是这个财阀人士哦，他是南韩的南洋乳酪公司的创办人的外孙女哦，同样的，她现在逃到了泰国之后，现居在柬埔寨金边的豪宅，也跟诈骗集团有关系。最后最知名的这位是 BigBang 的前成员胜利。2024年，他曾经在夜店发文大赞柬埔寨是亚洲最棒的国家，但是他在发文的影片当中看到他有在喝的这个太子啤酒的文字被露出来，也质疑是不是跟诈骗集团有所往来是有关系的。其实现在韩国的南韩政府尤其特别的紧张，李在明已经亲自下令要来好好的处理这个诈骗的问题，并且把柬埔寨列为是第4级的旅游警戒区。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破获南韩在柬埔寨已经有接获550起的绑架跟拘禁案件，到现在80人仍然是下落不明的。南韩国安顾问也说了，现在在柬埔寨从事诈骗的20万人当中，南韩人竟然有1000多名。厉将军怎么看这个跨国的犯罪？我觉得今年2月我们谈论到妙瓦底这个地方打诈的过程之中，感觉上面好像这次打诈哦，不但没有将诈骗，就像癌细胞一样哈，你没有将它割除，反而它扩散出去了哈。现在扩散到全世界，原来受害的国家大概只有中国，还有东南亚这边，现在连韩国也进来了哈。就像你讲的，陈志这个人几岁了？他才37岁，那他居然有多个国家的国籍。那除了说是这次哈，他反而是被美国这个财政部这个诈骗这个洗钱中心查获到，不然他连我们台湾都不知道，连中国大陆都不知道，陈志这个人居然这么这个神通广大哈，有这么高的财富。他除了说是光被查扣的比特币就150亿之外，另外他在英国哈也有多少豪宅？他英国来讲的话，他豪宅有1亿3000万英镑的房地产呢，然后他自己住的房子是1200万英镑。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那边诈骗集团一天，你知道他一天可以骗多少钱？3000万美金，一天可以骗3000万美金。你想想看，这诈骗集团有多嚣张？那我今天看到哈，就是这几个这个当初缅甸这4大家族被抓了以后，在中国接受审判以后，他们招供出来，那真的是令人发指。你知道他们居然干什么事情吗？他为了说是底下那个小弟，为了表示对这个组织的效忠哈，他居然做了什么？杀人祭天，就随便抓一个陌生人来，然后表示他有这个胆识，他就把人直接杀掉，杀掉以后来表示他忠心。像这种事情，在这个 KK 园区诈骗集团里面可以层出不穷。那现在来讲，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韩国，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这种这个南洋乳业公司的外孙女哈，这个也加入其中哈，包括他们的这个BigBang 的成员胜利也加其中。那韩国自己也讲哈，有1000个南韩人在这个地方从事诈骗，这个受害的已经有20万人，包括到各国哈，全球啊，包括韩国自己本身都受害。那目前来讲的话，在韩国来讲，他在诈骗集团现在还有80个人行踪未明，走失的是人是不见的哈。那我们今年2月份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后面的水真的是很深，对，因为那时候贝东塔到中国哈，他答应说实施扫毒，实施这个打诈，那时候提了很多方法出来嘛。我们回想一下，那时候第一个断网，第2个断电，第3个断金流哈，就我们发现都没有做到。你说断网没有断了，他现在这个用星链系统连接上网络，用网络来诈骗。第2个来讲的话，断电好像也没有断电，是不是用别的方式？他又从别的地方买电进来。第3个断金流，我们看到，如果说不是美国这个他们财政部查到这个金流有问题、洗钱有问题来讲的话，还没有抓到陈志这个人，那是不是泰国跟缅甸这些国家都要负起很大责任？尤其让人家感觉上不可思议的，陈志居然可以跟这个洪马奈哈。跟他们在一起合照，那你不得不联想到，他们整个来讲的话，已经是这个政府跟这些诈骗集团已经整个勾结在一起。那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我觉得不是短时间
可以扫得清的。是好，现在已经扩散到全世界哦，连泰国都被拉进来。李在明现在也祭出各种措施要来打诈。那其实呢，包括中国大陆在内，早就已经看不下去了。中国大陆这次则是出重手，一举呢，在这个缅北的地方呢来做这个扫荡。那现在根据了解，已经逮捕了5.7万名的中国籍嫌犯，连果敢4大家族，他也要一举的大力整肃，不是被提起公诉，就是判死刑。包括了这个名家、魏家，还有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杀人祭天的，其实就是这个魏家哦，都一起被大陆列入了整治当中。那接下来确定的事情是，这4大家族也会全部的消失，因为现在相关案件已经进入了审判期当中。大陆为什么能把这个4大家族果敢一举打尽？靠的是什么能力？是情报战、军事压力吗？还是在外交上面的强势？委员怎么看？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中国大陆电信诈骗的损失金额很吓人，然后受害人数也很多，可是它占 GDP 的比重却不大。全世界因为这种电信诈骗啊，在损失在占 GDP 的比重，第1名是巴基斯坦，4.2%，第2名是非洲的肯亚，第3名非洲的南非，第4名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你看美国财政部这么积极在这弄啊，而且大部分诈骗美国人都讲英语，都是印度人啊，然后再来是巴西，再来是法国，你看，那中国刚好排在后面，但因为中国人口多，所以数量会比较大，但比重相对也比较小。但是中国政府是这么积极在打诈，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去把这几个名家这已经是很恶劣的黑道集团的头，不是小诈骗集团。第一个，他对缅甸政府、泰国这个柬埔寨政府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我们不客气讲就是这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贪污，他们就在包庇这一些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你看房子盖这样子，如果没有检查，还有他们的有权有势的人包庇，他怎么可能生存？不可能生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因为还好，中国对这3个国家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说这一部分把人交出来，他就交出来了可是跟中国无关的，还是在营运或者是中国没有指明，就比如陈志，中国不知道，就没有指明要人还跑到台湾。和平大院在做上班。和平大院在哪里？台北市和平东路1段101号，大安区，就在师范大学的斜对面。那这个的嚣张到什么程度？再来就是中国的金融管制比较严格，也比较容易追踪。那有些国家的金融管制没有这么严格所以诈骗集团之所以能够盛行，是因为金流。那现在中国政府有能力。叫这3个政府把人交出来，但也还要有实力去把人抓出来所以中国在这个边界培养出了一个叫果敢军。如果当时没有果敢军把这些地方势力给推翻的话，这些国家的政府还不一定压得住地方的势力